我看了我的有一期视频，就是那个40岁多的女人，然后主要是有两个关键词，性欲两个关键词。我看很多在我下面留言，然后就是有很多比较色情的语言嘛。我估计那些留言的人，他基本上都没有看完，就是冲着那个关键字、关键词来的。这个点击量是蛮高的，我当初是用了这个就是流量词来的，但是我没想到最近它突然就变得很火了，可能最近闲人天气热啊，闲人比较多吧，然后就突然就多了一些很多留言，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猥琐的。我不希望呢我的视频呢会引来这样的观众，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不是那样的人。我当那个视频呢已经说得很明白，如果看完的我的小伙伴呢都明白，那主要是在宣传一个健康的一个锻炼，它给一些身体本来带来的一些好处，然后的话对于心理和生理带来的一些改变吧，我是这样子认为的，这也是我的初心。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不看内容，他就是找刺激的，然后呢，我就今天想做这个视频呢，主要是也是看到了就是我发现这样子的人挺多的，就是我也是生活在中国东莞的嘛，但是我看到有个人他拍的视频，对啊，就是这个东莞信都啊什么怎么样的。其实他都没有说话，他也没有露脸，他就是拍一些美女啊穿的比较凉快的走来走去的，他就是小姐什么的。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他的视频，大概扫了一下吧，我发现这个人他应该是香港和台湾人，应该是香港人，我觉得，因为他用的是大陆这几个字眼嘛，然后用的是繁体字，然后用的是天草这些字眼。然后的语气中就是充满了那种嘲讽，对于小姐也好，对于那种打工妹也好，就是你可以从她的一些那个标题会就是简短的几个字当中看出来那种，就是对大陆的话，中国大陆充满了那种恶。所以说呢，我今天拍这个视频呢，我就是想说一下东莞信都，其实早在就是最迟也是2016年吧，东莞已经摘掉了这个帽子的。在10年前，东莞的确是如此，就是称为东莞信都啊，然后就是还有什么一条龙服务啊。说东莞信都，不是说东莞每个城市都如此，主要是指长平、后街，然后就是长安、虎门。就是酒店比较多的地方呢。今天呢，我拍的就是长平，因为呢，我是2018年就是年末吧，到了长平吧，所以说我对长平比较了解。我的 partner 还有这些朋友呢，都是长平人，然后呢，我也听他们说过长平的以前。就是我拍的这条街吧，就是长平天鹅湖街，那在10年前简直热闹的不得了啊。那它就是出名的长平的夜市街，那就是色情街的。说白了，这个街道是比较窄的，你看两边停车，中间就是也就过两车这样子就没的地方了，还是比较拥挤的，算是一条老街吧。它是大概800米的样子，800米哦，800米呢，就是据我所知，它当然呢，就是在我来之前，可能已经也有倒闭了1-2个，至少有这样子的酒店或什么样的。随着疫情呢，就是2019年的疫情呢，然后到现在呢又倒闭了，又有2-3家小酒吧这样子的吧。但是他在这个没有严打之前，那他那个就是800米，他应该我看看，据我现在来推算的话，他就已经有1个酒店、2个酒店、3个酒店、4个酒店、5个酒店，就是说不到1公里，它就有5-6个酒店这样子。
那酒吧的话，它1、2、3、4、5，差不多也有5、6个酒吧这样子。然后还别说那种什么，其实它最出名，它最那个的最火爆、最那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2个很大的那种迪厅呢。当然现在已经改为就是工厂了。你想它堪比一个工厂的规模，它的有多大？就是这条路的尽头有 LED 蓝光的那个地方啊。听说那个以前是这个长平派出所那个，或者是说警察他们内部的人开的。那你所想，因为他们内部开了，他的这个当然是没严打之前啊，他好拿证嘛，就是然后又有这种维护嘛，对吧？这种他们自己本来也是交际官方，也有人脉，是不是？你说他的多火呀？说就是他火爆到什么程度呢？他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爆满，然后每天都有打人这种事件出现啊，怎么样子？我呢，你们可以推算一下我的时代。我记得我第一次，其实我那时候我看看，我是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有来过东莞一次。因为那时候我之所以选择来，后来我之所以选择来东莞，是因为我有亲戚在这边。所以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就来过就是东莞，但是那时候是在东莞大宁那边呢。当时我亲戚带我进去的时候，也是一个那个酒吧吧，蹦迪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喝酒是这样子的。进去那晚就碰到了就是那个打架、踩人的事件嘛。后来我亲戚带我走，那我多小又土。就是说，我想说这件事情呢，就是长平那时候基本上天天晚上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就是这种打架呀、斗殴啊，这种，因为你这个有色情、毒品、赌博，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一体的。当然也会吸引很多人。长平它为什么有这么多酒店、酒吧呢？最主要是它有几个大的就是站，它有港九那个广九站嘛，就是那个广州到九龙，那它是经过长平。樟木头以前是小香港，但是樟木头太小了，后来就把这个站台设在长平了，那就是增加了很多人流量的。基本上小香港有长平，有樟木头转到了这个长平，所以说长平是有很多香港人的。然后就是它还有一个大的车站，就是进那个火车站呢，还有大的火车站，有火车站肯定就有酒店了。所以说它还有这个高铁站啊，所以说它几个大的站都在这边，然后就聚集了人气。然后它本来地方也很大的，很多工业区，像快捷达呀这样的玩具厂啊，就是有东莞最大的玩具厂，反正我看见的应该是在长平吧。所以说它是有很多人的，它有这个消费能力的。那都知道玩具厂呢，最早的就是港子带起来的了。其实东莞信都，你们知道最早是不是说它就是那个外地人什么本地人这样子发起来，它其实是由台湾香港人带过来的。台湾人就是最早的，他是第一批来投资大陆的，当然就是广东这边的，他投资东莞的。他们那时候地皮简直很便宜很便宜。我认识一个房东，他是台湾人嘛，他20年前在东莞买地，你想那是个什么概念啊？随便买，那时候真的是叫遍地是黄金了。他现在随便租出去，他就很赚了。他现在是吧，70多岁了，他就是买了一点地，又自己住的房子，他是租金100多平方的，他才租1000块钱，多好呀！真的是说的好听一点，他就是
方便租户是吧？就是那种不差钱的感觉，给人就是新修的哟，还是他自己新翻修的哟，他就只租1000块钱啊，3房1厅的100多平方的呢，是多便宜，对不对？所以说他们那时候啊，就是地皮怪的，就是台湾人了。你知道吗？台湾它的黑道很发达，他地皮怪的，你是这种黑道人，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在台湾，他们本来就是酒店，台湾的酒店就包括色情，他过了，所以说他在这个大陆第一件，他们就过来开酒店，不知道做啥，开酒店呢。所以说那时候很多就是长安的酒店呢，那时候我刚毕业，第一家公司是在深圳的时候，就是那些日本的客户啊，就带到长安酒店那边的就是台湾老板，很多就是台湾老板投资的。然后像那个东莞的这个太子酒店呢，就是香港人呐，就是所以说其实是台湾香港人带起来的这种然后慢慢的就是这边的人多了，就发展成了，然后就是这种性啊，这种性不是就色情嘛，然后赌博，长平我听本地人说，对啊，他们在4年前那个地下赌博业也是很发达的。最近这个就是个人这个色情，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生意都不好做吧，又有一点点小抬头的意思。路边上都有一些小卡片，正面呢是人民币，背面呢其实是小姐姐的联系方式。这是大概是东莞还是长平特色。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你是为了寻找刺激才关注我的频道嘛，那么你还是取关我吧，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就是关注就是我这个群体40多岁的单身女人该有的一个健康的方式，还有就是顺便呢就说一下我所生活的城市，我所生活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就是如果说我的城市被抹黑了，那么我想为他证明，我这个群体如果被别人就是抹黑了，我想为我们这个群体证明，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说东莞信都呢，就是说确切的说2016年呢，东莞已经摘掉了，东莞它是 made in 东莞，它不再是信都。然后这个摘掉是挺好的，这个严打，就是自从朱镕基上台，自从习大大上台，这些打击这些啊，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举措。因为这个色情大家都知道，在很多国家它都是不会公开就是允许的，也有可能是一种灰色，有可能它现在还有这种行业，它是消灭不了的灰色地带嘛，就是说它还是有它就是它的那个存在的理由，但是必须要打击这种行为，不能就是说宣传，不能让它就是合法化，因为它真的会带来一些就是对啊，赌博呀、毒品啊这些的，这个它危害是巨大的，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这种真的是它可能那就是毁灭性的，对不对？所以说我很支持，我就是很理解这样的，大家也可以从我拍的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到，不再像某人拍的是那样子，什么路过的穿得很清凉的小姐姐就是那酒店里的小姐了吗？不是的，她其实很多就是在酒店里上班的呀，而且现在人嘛，他本来就很开放的，就是穿得那么凉快，并不代表什么呀。他就是不是说他那个就是，我不知道那些人他们怎么可以就是说专门拍这种，就是让大家误认为的，然后或者是说，这种专门拍这种就是中国的这些就是色情啊这种啊这些不好的呀，还有就是可以偷拍一个女孩子治那么久，真的有点点佩服哦。